我第一次来这儿，环境还挺不错的。嗯，刚才有点尴尬，你爸没有生气吧？我爸没那么容易生气。你爸还真不像一个大集团的老板。你还见过别的公司的大老板啊？在电视剧里见过啊。哦，是不是那种排场很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，用各种手段逼自己的子女商业联姻，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公司做到全球第一的大老板？差不多吧。感觉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家人。如果有几个孩子，非要逼着他们继承家业，看着他们斗来斗去，似乎还挺开心的，好像只有六亲不认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。唉，我其实也想去集团帮我爸的忙的，想让他多休息休息，但是他觉得我能力还不够。你能力还不够。我很能理解我爸的担忧，这企业做得越大，企业家身上的责任就越大。那么多人指望着这份工作过上好日子呢，不能辜负了他们。我爸常说，他把企业做得那么大，是社会给了好的土壤，是运气好。我并不觉得他在谦虚，其实我也是运气好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我不想切割自己的出身。这明明靠了家里很多，却要强调自己是白手创业的。我要做的，是充分利用这些条件，认认真真的把企业做好，回报社会的馈赠。不说了，说太多你又觉得我给你洗脑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你是这样做的，就是让我想起了我爸。你爸？我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是他，根本接受不了他爸是自杀的这个事儿。叔叔是自杀的？兰兰没跟你说过吗？哦，这个没说过。其实我现在看得出来，他还是心里边很怨他爸。如果他要是没跟你说这个事儿，你就当我也没说过，行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上次是不是加了季小姐助理的微信？嗯。你跟她说一下，我想约季小姐见面聊聊，就说我想好了方案。你终于想要解决这件事了。你也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啊？当然，我之前看你无所谓的态度，还担心你随时都会不当这个院长。所以你才去参加聚餐。嗯。即使你不走，我也会担心，回到儿科以后会被黄主任区别对待。我也不能一有什么事就去找你啊。那你有这种担心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？我这不是想着自己能应付的事儿，就自己解决吗？不把我当朋友？那个时候，我还不太信你的话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是真的朋友啦，不然我也不会找你假扮我男朋友。那是你一个人搞不定吗？对啊，如果我搞得定，即使是朋友，我也不愿意麻烦你。我觉得对朋友敞开心扉，请朋友帮忙，并不叫添麻烦。而且即使不是朋友，只是普通的同事，甚至是陌生人，适当的求助也并不叫示弱。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也要习惯被别人帮助，这样你内心才会更加的勇敢。因为你始终相信，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嗯，我会记住这句话的。
我点了蛋糕，要不要来一块？这么晚吃蛋糕，不怕胖啊？我宁愿胖死也不哭死。我可吃不起，热量太高了。还有泡面，来吧。泡面配蛋糕啊？改稿还顺利吗？马马虎虎，有点烦，就想吃口甜的。但吃了甜的吧，可能又想来口咸的，所以干脆煮了泡面，放纵一把。偶尔的放纵，的确有助于舒缓压力。医生都发话了，那我就更安心了。舒服。你上次放纵是什么时候呀？不记得了。该不会还是几年前我们喝醉酒那次吧？好像还真是。那个时候我们刚合作不久，我们都不太熟。我记得有一天你突然喝多了，回来抱着我哭，说起你小时候爸妈离婚的事儿。对，别提了，你那个时候也不会安慰人，就跟我一起喝酒，后来自己也喝多了，跟我说了你爸的事儿，结果我哭得更惨了。哎，要不是那次放纵我们交换了秘密，估计以你的性格，我们很难成为闺蜜。是啊，我的确是一个不喜欢主动交朋友的人，但你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做朋友的人。我的性格很别扭吧？我不是说你性格别扭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你能打开自己一点的话，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可能会不一样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内心能自洽就好了吧。哎，你跟陆朝夕说过你爸的事了没？没有，我们还没到那一步。是没到那一步，还是害怕更进一步啊？我没开玩笑，认真问的。怎么说呢？跟他接触的越久，就越了解他，越欣赏他，甚至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影响。所以你有的时候开玩笑，我并没有排斥，因为他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，在有一些瞬间，我对他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但等我回过神来，想要抓住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好像又消失不见了。你这感觉是薛定谔的猫啊！知道我的性格别扭在哪儿了吧？而且我真的觉得，能和他做朋友就已经很好了。他完全没有理由会喜欢我啊。不对，你不会要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吧？需要，但你认为的理由不一定是他在意的理由啊。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一样。你就好比是一朵花吧，有的人觉得它好看，有的人觉得它丑。那有的人现在觉得丑，没准将来就觉得好看了。但花一直都是那束花啊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花还是那束花，但不会有人说它是叶子。我们根本就是两种人。就好比这泡面和这蛋糕，这泡面是主食，蛋糕是下午茶，你硬要放在一起吃也没什么，但它们确实有自己的位置和属性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哈。行，你的症状我记下来了，等我想清楚了就给你开药方。你这是要给医生看病啊？医生就不需要看病啦？需要啊，但是你这是无证行医，我这是九血成医，专治感情问题，仅供内部参考。那我是你的小白鼠喽。没错。
我也是听朋友推荐，说你干活挺细心的，才找你的施工队。谢谢，我们会好好干活。刚才那人什么情况？啊，他天生智力有点问题，跟着做小工，他做事很认真的。明天让他不要来。我向您保证，他做事不会有问题啊。你拿什么保证啊？我这是在开公司，你整一个智障的人在这里干活，你觉得吉利吗？叶师傅，做事得讲究点啊！你要是不想干，我明天换其他的施工队。知道了，张总。他干活没问题啊，只是业主比较介意啊。能去你那儿，那就太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爸爸，要不我们就别去买蛋糕了吧？兰兰，爸爸没问题。等你长大之后啊，你就会明白了，在工作上总会遇到一些困难，解决就好了。嗯。走，小寿星，我们买蛋糕去。走。哎，兰兰，你吃过那家的蛋糕吗？为什么要去那家买呢？吃过啊，上次小美请我们去她新家过生日，就是买的那一家，双层的，特别好吃。爸爸，我们买个最小的就好了。好，等我们换了新房子之后啊，你也可以叫你的好朋友来家里过生日啊。小美的新家好大，好漂亮，同学们都说小美的爸妈是成功人士。我以后也要当一名成功人士。兰兰，比小美家过得好的有很多，比我们家过得不好的也有很多。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来评判成功还是失败。那用什么来判定？用善良，用努力，用理想。所以啊，我们不用跟别人比去追求成功，我们跟自己比，去追求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就可以了。我会记住的。走走走。